春节长假还没有结束，外交部就宣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赴欧洲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并访问西班牙和法国的消息，受到欧洲舆论的高度关注。中欧合作前景广阔，挑战也不容忽视。在欧方所谓去风险的杂音下，中欧班列却日渐红火，开行数量和载货量不断创下历史新高。王毅此访有哪些安排？要谈哪些问题？欧洲舆论有何期待？来看深圳卫视特约观察员从德国慕尼黑发回的报道。我身后的巴伐利亚庄园酒店是慕安会的固定举办场所，今年将有54个国家的领导人在3天的会议期间发表演讲。慕安会期间也将举行多场双边及多边会谈，同样备受瞩目。我在与前来报道的国际记者们的交流中了解到，他们最关注的议题是中美关系的走势、欧洲的前途，以及目前正在发生的2场冲突如何妥善解决问题。王毅将在17日的中国专场活动上发表的演讲也备受国际舆论期待。未来几天，我也将在慕安会现场给深圳卫视直新闻发回更多的采访和报道。德国当地媒体也普遍认为，本届慕安会将延续俄乌冲突以来的紧张氛围。深圳卫视特约观察员周颖在德国慕尼黑现场注意到，安保较以往明显更加严密，这或许是当前欧洲社会不安状态的外在体现。深圳卫视注意到，王毅春节期间访问欧洲行程丰富。据外交部官网消息，他将于2月16号至21号出席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在中国专场活动上发表演讲，结合会议主题就重大国际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并访问西班牙、法国，在法国举行中法战略对话。据悉，中方参会人员还包括外交部原副部长傅莹、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吴世存、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等。慕尼黑安全会议呢，是德国政府以及德国外交界推动的一个全球重要的这种安全论坛。它曾经被看作是所谓跨大西洋的一个政策界的聚会，也曾经被视作是一个安全领域的达沃斯论坛。那么全世界更多的要看在一个重大场合看到中国的声音、中国的方案以及中国的想法。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报道中提到，王毅对西班牙的访问将是6年来的首次，对法国的访问则是两国建交6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而16号开幕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是具有重要全球影响的国际战略和安全政策论坛。在全球一些重要决策者的日历中，慕安会始终是一个固定的日程，充分说明了它的重要性。由于慕安会也是与北约盟友进行深入对表的好时机，美国今年也依照惯例派出豪华代表团出席，由副总统哈里斯率队，成员包括国务卿布林肯等人，成员多达48人。美国国务院官网16号上午通告称，布林肯将于当地时间当天下午3点3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2点30分与王毅会晤。外交部原副部长傅莹连续多年参会，本次慕安会他将出席一场有关印太安全的分组讨论，与来自美国、德国等国的专家同场辩论。据傅莹介绍，近年来受地缘政治冲突影响，慕安会的气氛十分紧张，偏离了辩论和探讨的轨道，而变成宣泄情绪的场所。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政治新闻网在关于去年慕安会的新闻报道中写道，在慕尼黑人人都在谈论武器。德国媒体也抱怨，在美国的强势介入下，去年的慕安会成为援乌大会，不少欧洲领导人都宣称要为长期冲突做准备。但1年后，俄乌战场的局势并未朝着美西方当时所预测的剧本进行，而欧洲的发展和民生状况都在恶化。按照欧盟委员会初步预测报告，2023年欧元区 GDP 增幅仅为 0.6%。在美国多轮强势加息的打压下，欧洲经济有滑向技术性衰退的风险。欧洲战略界他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种利益上的这种压榨，以及零和博弈、你输我赢的这方面的心态。那么实际上呢，在近年来呢，欧洲恐怕是在这种包括这个大国之间的互动以及热点问题上面，都处于一个被动的那么处于一个利益损失的这样一个局面。
路透社报道指出，欧洲社会的发展氛围已经出现很大变化，一些官员动辄意识形态挂帅，鼓吹所谓对华去风险。但与政界截然相反的是，德国以及欧洲企业却仍维持庞大的对华投资。就在慕安会召开前夕，德国经济研究所最新报告分析德国联邦银行数据，显示去年德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增长了4.3%，达到119亿欧元，创下历史新高。更值得注意的是，该国去年的对外投资骤减540亿欧元，因此对华投资的增幅对于拉动德国经济来说尤其显得重要。实际上，过去8年，中国都是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德国总理舒尔茨十分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德新社还援引德国政府内部匿名官员的话称，舒尔茨正在组织今年4月率领商界代表团再次访华。实际上，这种美欧所推动的这个去风险的概念、话术以及这个战略，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操弄，在用一种意识形态上的那个偏见来解读包括中欧在内的与西方之间的广泛的经贸科技的务实合作那么这暴露出来了在经济竞争领域以及当前这种大国博弈背景下西方国家的一些复杂的这种心态。然而呢，这个企业对于中国仍然充满着一个很大的信心，相信这个中国市场的活力，相信中国政府的能力。中方也积极回应欧方政坛、商界和社会要求回到发展轨道的呼声。外交部介绍，当前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王毅私访欧洲，将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阐释中方主张，还将延续与西班牙和法国的友好氛围，进一步深化战略沟通，巩固互信，增进友谊，扩大合作，共同引领中欧关系行稳致远。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指出，中国从去年12月起对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6国实行单向免签证政策，释放出善意。虽然去年欧盟出现保护主义抬头的迹象，但欧洲在经济上仍依赖外部市场，并依然拥护多边主义。中欧在新全球化时代还有许多互补合作的潜力。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大使1月份在欧洲知名媒体《欧盟动态》发文指出，中欧关系要发展好，正确认知是基础中的基础。欧洲朋友在对华认知上存在许多误区，2个问题值得反思。第一，中国是要颠覆现行国际秩序吗？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创建者、受益者，更是维护者。恰恰是个别西方大国在多极化进程中贪恋霸权，千方百计维护霸权，破坏国际秩序的帽子应当由他们来戴，扣不到中国头上。第二，中国是要在经济上搞一家独大、赢者通吃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加入经济全球化，既从中受益，更用自身发展来反哺世界。中国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其他经济体的产出水平平均提高0.3个百分点。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搭乘了中国发展的快车。相关话题来连线正在慕尼黑的深圳卫视特约观察员周颖。周女士您好，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在慕尼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吗？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身后的这条马路就是通往慕安会的主干道。此次慕尼黑会议持续3天，可谓级别高、分量重，活动十分密集。除了外交部长王毅外，中方参会人员还包括外交部原副部长傅莹、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吴世存等。我们在会场也与多位与会的专家学者有过沟通，他们表示，在此次不同以往的慕安会上，最令人期待的客人也许会来自北京。中方代表或将在乌克兰危机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上，在寻求和平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也注意到，相较以往，今年的慕安会气氛还是颇为不同。传统上，慕安会是与会者畅所欲言和观点交锋的平台，但今年却有些变了味儿。在世界同时面对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双重安全挑战的背景下，慕安会组织方却拒绝邀请俄罗斯和伊朗代表参加，使西方媒体直呼世界格局有倒退回冷战的趋势。这和组织会在会议前发布的2024年慕尼黑安全报告相呼应。报告认为，后冷战时代关于和平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乐观主义已经
即消散，世界面临陷入双输局面的风险。此次会议间，中美接触是会议的一大看点。我们注意到16日一早，美方就率先释放信息称，将在下午与中方代表团见面，作为中美高层加强沟通的一部分。其实这也显示出美方的急迫心态。现场的媒体记者都纷纷把关注焦点聚焦到了这场会晤上，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最新情况。好的，主持人，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周五在德国慕尼黑揭幕，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率团出席，并将于当地时间周6在中国专场活动中发表主旨演讲。那么，管先生，您对此如何前瞻呢？好的，主持人。那么，慕尼黑安全会议呢，在西方世界素来有 Davos of Defense， 也就是防务达沃斯论坛的这样一个别名。那么，按照中国外交部的官方表述，慕安会呢，它是具有重要全球影响的国际战略和安全政策的年度论坛。中方曾经多次派高级别的代表参会。说白了，慕安会就是美西方主导并且设置安全防务议程的一个场子，由老欧洲来主办。那么60年一个甲子，因为亚欧2场大规模武装冲突的这个持续延烧，战争议题与安全焦虑被显著放大。今年的会议可谓是反响热烈，关注度空前。主办方就宣称，60届慕安会它聚焦防务、全球秩序、人员安全、可持续发展以及技术等5大领域。美国 CNBC 甚至认为，本次会议将会是慕安会60年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一届，估计呢有60位国家领导人以及80多名政府高官参会，这其中包括2场冲突的当事方的领导人，也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与巴勒斯坦的总理埃什塔耶。但是美西方主导的场子并不妨碍中国话题成为会议的焦点。本届慕安会3天会程安排了4场国别专场会议，分别是美国、乌克兰、德国与中国专场。那么德国是会议的东道主，总理朔尔茨是主讲人。乌克兰专场由总统泽连斯基发言，主题呢一定会聚焦为乌克兰方面来争取军援以及其他的外部支持。今晚的美国专场由副总统哈里斯主讲。中美这2场国别会肯定是最吸引眼球的，媒体热度最高。实际上主办方也最重视。慕安会的大会主席叫克里斯多夫·霍伊斯根，他呢曾经担任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的外交顾问，也当过德国驻联合国的大使。他亲自担纲主持中美专场的主持人。那么这样一种礼遇背后所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我姑且称之为正在成型的多边会议秩序。同时更加应该强调，美西方主导的场子也并不妨碍中方积极作为，来积极影响并且来塑造大会的议程。王毅将会强有力地阐释中方的立场与主张，也将会再次直陈中国自身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那么在您看来，这次慕安会将有哪些中国焦点？对本届慕安会的其他重要议程，您又如何分析呢？明天中午，王毅在慕安会的中国专场的发言一定会是各方的一个重点关切。那么这已经是王毅连续第2年参加慕安会。曾经有外媒评价王毅去年参加慕安会，掀起了中方一个所谓 European Charm Offensive， 也就是欧洲的魅力攻势。王毅在去年的讲话中谈到慕尼黑那座闻名遐迩的和平天使雕像，强调中欧作为多极化进程的2大力量、2大市场、2大文明，选择对话与合作，阵营对立就不会形成；选择和平与稳定，新的冷战就打不起来。这也是中方对于中欧关系的一贯的立场和取态。中国领导人1年来在各种场合反复就此做出重申。那么就中欧关系的现状与未来乃至分歧管控，王毅明天呢将再度做出全面的阐述。王毅去年在慕尼黑谈到俄乌冲突时，也强调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方针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劝和促谈，将会为此来发表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他更是犀利直言，有些国家并不乐见和谈，也根本不在乎乌克兰人的生死，不在乎欧洲受到的全面冲击，他的战略目标甚至大过乌克兰。那么这样的洞察预判
也正在被俄乌冲突即将走向第3个年头的态势发展所证明。而中国推进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呢，也已经正式发布了。就此而言，王毅明天在默安会的讲话也将会再次传递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确定性与稳定性。我个人认为，这2大主题词无疑是外界看待这一次默安会另一场焦点国别会的一个最大的关切。但是呢，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今晚在默安会欢迎宴后的发言，他能够让欧洲看到美国的确定性与稳定性吗？能够缓解甚至平息欧洲盟国的所谓特朗普恐慌吗？我看很悬。前总统特朗普最新对盟国这个钱要给够的勒索式的叫价，扬言美国将会坐视俄罗斯任意发落的直接的威胁。哈里斯真的能够就此做出实质性的安抚吗？卡在众议院的对乌军援案呢？纽约时报今天说，哈里斯将会试图说服全球领导人相信他和拜登能够在11月的大选中胜出。但是呢，欧洲目前已经在考虑为特朗普的所谓第2任期来制定应急计划了。当然，默安会场外的双边外交也是极大的一个看点。美媒已经提前预报，周五中美外长将会在慕尼黑会晤。去年王毅和布林肯也曾经在场外会晤，但是呢，那次见面几乎是美方硬要来的。去年此刻正是气球事件严重冲击中美关系之时，王毅曾经在默安会的会场痛斥美方的反应歇斯底里，毫无理性可言。也正因此，据美媒的爆料，那么急于实现对华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时几乎是以堵人的方式在慕尼黑与王毅坐到了一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慕尼黑可谓是去年中美关系阶段性重启的一个起点。当下呢，中美正在推进落实2国元首加州斐洛里庄园会晤的共识，全面恢复高层的交流与沟通。此时，王毅和布林肯在慕尼黑再会，与去年的场景和氛围肯定是天壤之别。1年1度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已经启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议开幕时致辞。与往年一样，组委会依照惯例提前发布了2024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为大会的议程定下基调。今年的报告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悲观，认为世界面临陷入双输局面的风险。We must work based on justice, with renewed urgency and solidarity. There is always an opportunity to create a more inclusive, comprehensive and effective global order that works for everyone based on international law. A safer world and a bigger pie for all.默安会始于1963年，是国际战略与安全领域的重要年度论坛之一，也是各地高级防务问题官员及专家就当前国际社会面对的最迫切安全问题阐述立场、交换意见的重要平台。它曾是联邦德国与美国以及其他北约国家对话的平台，因此也被称作跨大西洋家庭聚会。依照惯例，默安会在会议前都会发布2024年慕尼黑安全报告，提前定下西方国家希望在会上讨论的议程。今年的报告长达126页，分为8个章节。报告将双输定为主轴，警告称后冷战时代关于和平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乐观主义已经消散，世界正面临陷入双输局面的风险。报告认为，在地缘政治紧张加剧和经济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况下，许多国家不再关注全球合作的整体利益，而是越发担心自己的相对收益少于其他国家。由此产生的双输趋势已经出现在诸多领域，并席卷了各个地区。深圳卫视注意到，自2020年以来，默安会报告都传递出阵阵寒意，今年的悲观情绪更是升至顶峰。分析认为，这反映出西方，特别是欧洲社会对于当前国际形势和变化的焦虑，对西方地位下降的焦虑，而这局面很大程度源于部分西方国家自身的政策立场。与2023年的报告相比，今年的报告更加聚焦地区热点问题。报告专门设立3个章节，关注东欧、印太以及中东局势，因此外界普遍预计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将是今年会议讨论的重点。此外，全球南方也是报告中的高频词。报告提到，世界经济的分裂会带来巨大的代价，特别是会增加低收入国家的负担。对很多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和平红利从未兑现。从他们的视角来看，西方强调所谓捍卫基于规则的秩序是虚伪的，旨在维护西方的主导地位。
慕安会呢，它是欧洲色彩，但尽管是美国影响啊，它比较多的希望一些新的一些概念来引领这一年的一些关键问题的讨论。前些年他们有些后西方后真相，今年用了一个概念叫 lose lose 双输啊，这个很有意思。我突然想到了前些年欧美指责中国说双赢，是中国赢2次，我说现在双输是准备谁要输2次吗？我觉得今年它那个主题啊是更加广泛的。前些年刚才讲比较聚焦俄罗斯俄乌冲突，今年它也没有完全聚焦中国，但是呢处处离不开中国。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因素也备受关注。美国今年11月的总统选举曾被多家智库视为2024年最大风险点之一。今年的慕安会报告也6次提到特朗普，比德国总理舒尔茨出现的次数还要高。报告指出，共和党候选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零和心态的缩影，他们将反对国际秩序、抛弃北约等西方联盟，而这一切都指向了特朗普。特别是在俄乌冲突即将步入第3年之际，恰逢美国众议院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美国政坛可能出现的变化也进一步助长了欧洲的焦虑情绪。最新的画面显示，各国政要已经陆续抵达慕尼黑，其中也包括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以及国务卿布林肯。哈里斯将于当地时间16号发表演说，强调美国履行全球领导者角色的重要性。事实上，每年的慕安会也被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视作宣示立场的重要平台。哈里斯在去年的演讲中就言辞激烈地谴责了俄罗斯。分析认为，今年哈里斯和布林肯旨在向盟友传递坚定支持他们的信号。This year i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contrast because obviously we know U.S. support for Ukraine looks to be wavering. Its unconditional support for Israel is under scrutiny because of the climbing civilian toll in Gaza. And of course, what's going to be top of mind for allies and adversaries alike that convene there is what role the United States is going to manage to play on the world stage after these elections in November.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年也将线下参会。今年的慕安会报告也着重就援乌疲劳发出警告。报告显示，俄乌冲突在各国安全风险中的重要性显著下降。相较于去年调查中7国集团国家民众将俄罗斯作为首要风险，今年仅有英国和日本受调民众持类似观点，而德国民众则将其列为排名第7，意大利将其列为排名第12的安全风险。与往年不同的是，去年中东局势陡然升级，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毫无平息态势。今年的慕安会将聚焦巴以双方的政府高层。据悉，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和巴勒斯坦总理阿什提耶都将出席会议，不过目前尚不清楚双方是否举行会晤。不过，在世界同时面对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双重安全挑战的背景下，慕安会组织方却拒绝邀请俄罗斯和伊朗代表参加。有批评指出，慕安会正成为一个自娱自乐的回音室。分析认为，慕安会作为西方国家宣示立场的重要平台，它所提出的风险挑战以及解决问题的途径仍然充满偏见。虽然西方国家认识到联合博弈的威胁，但以意识形态划线、拉价值观同盟这样的拉帮结派思维仍是他们提出的药方，而这解决不了全球面临的危机。不过，随着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今年的慕安会也能看到不少中国学者的身影。外界也期待中方能够为大会提供更多视角，为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出中国声音。比如说俄乌冲突，这个中国人当然我们有我们的一些智慧，但是欧洲人他呢毕竟是当时某种程度上是发生在欧洲的，有非常复杂历史深刻的原因，所以我觉得中国式的智慧和欧洲式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规范性的力量结合，最终可能寻求一个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像美国人不断的在拱火。所以我觉得中欧合作作为两大文明、两大市场、两大力量对于全球化、全球和平与繁荣是非常关键的。近年，美西方一些政客在推动所谓对华去风险，但慕安会前，德国报告显示，该国去年对华投资逆势创下历史新高。但对于欧洲对中国的拧巴心态，您在慕安会现场有何观察呢？的确，我觉得今年慕安会应该说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举行的。现在一方面呢，一些西方国家呢主张要对中国搞所谓的去风险。当然这个所谓的去风险呢，是在他们基于要维护他们的经济安全这个角度提出的。尤其是我们看到，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而且在今年呢都加紧了这个所谓去风险步伐，而且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领域和措施。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看到这次围绕着所谓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关系问题，围绕着这个去风险的问题，围绕着供应链、产业链安全，
以及这个投资审查等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呢，应该说在慕安会的议程中呢占据了很大的份额。今天上午呢，我刚刚参加了一个早餐讨论，这个主题呢也就是这个在新的形势下，地缘经济合作如何推进，然后尤其是欧洲如何摆脱它目前面临的这种所谓困境，也就是欧洲夹在这个中美两个大的经济体之间，如何呢既要去进行合作，进行必要的合作，但是同时呢又要去所谓的推行去风险，来确保说它的这个经济安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在在相关的一些讨论中现在欧洲方面这种矛盾的心态呢表现得非常突出。因为一方面呢，从理性上来说，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所谓的去风险，如果推行到一个极端的这个方向的话，毫无疑问会极大的损害欧洲的经济利益。而且我们知道，欧洲的经济利益和它的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是密切相关的。尤其是今年，欧洲又面临着这个一系列的选举尤其是6月份的欧洲议会选举。如果在经济上，欧洲不能获得一个稳定的复苏的条件，那显然它的政治变化，包括它的社会稳定都会成问题。但是同时呢，受到美国的一些影响，受到目前欧洲一些舆论去渲染所谓的来自中国的经济风险等等这样一些影响，现在欧洲呢在政策上呢又想表现出一种姿态又想表现出说他希望在中美博弈的框架下呢，他能够有一种更独立的这个空间甚至呢试图去更新他的所谓的经济伙伴关系的框架等等。我想这一次慕安会的背景下有关去风险的问题，我们看到这次呢因为有多方的参与，而且我也相信有这个中国学者和代表的参与，可以进一步帮助欧洲去准确全面的认识它目前在地缘经济合作中所处的位置，而且要帮助欧洲更明确的意识到，其实来自一个政治上更不确定的美国的经济风险要远比其他经济体有可能给欧洲经济造成的风险要大得多。本次慕安会的官方报告主题为双输，那您觉得为何以欧洲的视角来看会是这样一个感受呢？这次慕安会提供的年度报告有一个比较醒目的标题就是双输，当然他打了一个问号了。我想这实际上反映出近些年来主要从欧洲的视角对它当前的这个处境，对目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变化的一系列的后果进行了一种反思。我们看到根据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它的逻辑呢是认为经过近几年的政策实践，其实呢给欧洲呢造成了很多两难的困境。比如说一方面欧洲现在意识到说越来越多的国家或者经济体更多的是把这个所谓利益的这个计算呢给它放在说所谓的相对收益上，也就是说相对于其他的经济体或者说行为体，欧洲呢想赢得更多，但是同时呢这样一些做法，比如说包括过度的这个经济规则，包括像地缘政治转型，这样一些政策变化，其实从长远来说呢，是在不断的破坏有可能给全球经济、给世界和平提供公共产品带来共同利益的这样一种绝对收益。因此呢，我们看到这次慕安会的报告还强调说，正是基于这样的双输的困境，现在无论是欧洲国家也包括这个所谓的七国集团国家，现在都感觉到这个悲观的情绪呢在不断的上升。面对在未来世界的这个格局中，西方还能不能保持所谓的中心地位，现在产生了很大的质疑。我想这种所谓的危机感或者说这种对于目前困境的反思，其实一直在近些年的慕安会的报告中呢有所体现。只不过这一次呢，我想欧洲方面呢是想通过这个报告提出一些系统性的思考，而且呢他们也急于找到一些解决方案。但是根据这个报告的一些这个出发点，也根据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参加的一些和西方学者的交流，我感觉现在欧洲方面在部分正确的指出了问题的同时，他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和出路。一定程度上呢，他们现在还想回到一个传统的套路上去，比如说仍然强调和美国的所谓合作，来应对来自非西方国家、来自所谓全球南方国家的挑战等等。所以我想今年的慕安会报告提出双输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他
准确地指出了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欧洲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英国《金融时报》14号报道称，以所谓零部件涉嫌违反对华制裁为由，美国海关扣押了数千辆德国大众旗下多个品牌的车辆。对于日渐严峻的欧洲汽车行业来说，这一事件可谓雪上加霜。而自拜登政府2022年签署通胀削减法案以来，美欧之间围绕电动车补贴的分歧越发严重。金融时报的报道称，大众发言人证实了因海关问题而被迫延迟交付，表示大众将严肃调查相关指控。目前被扣押的包括约1000辆保时捷、数百辆宾利和几千辆奥迪，这些车均为大众旗下的品牌。据悉，大众在今年1月中旬就发现了问题，为了替换源自中国的零部件，大众已将汽车交付时间推迟至3月底。他们声称，该零部件因经手几层供应商的组装与整合，大众对于问题本不知情。直到一个供应商向其提示，大众便立即告知美国政府。显然是把这个正常的这个经贸关系了，这个武器化或者是政治化，也是利用这个国内的相关立法来对正常的经贸关系了实施打压，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这个长臂管辖，扰乱了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这个经商这个经贸关系。事实上，过去几年来，美国政府以所谓违反对华制裁为借口，对其欧洲主要盟友之一的德国加大政治压力，企图扰乱中德生产和技术合作。与此同时，也在压低德国企业在美国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以为美国公司获取额外好处。美国也对中国汽车行业的崛起感到压力倍增。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盖拉格和民主党的副主席拉加克里什纳穆西等人去年11月曾致信敦促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提高对中国汽车的关税，以遏制潜在的中国汽车进口数量激增。观察指出，随着美国总统大选日益临近，民主共和两党势必会在涉华议题上加大力度。今年是美国的这个大选年，那在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氛围之下，这个对华强硬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也是这个民主和共和两党这个总统候选人打压对手、捞取这个政治资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或者是砝码。有分析指出，对于欧洲汽车行业来说，这一事件可谓对其日渐严峻的行业局势雪上加霜。美国财富杂志网站近日发文称，比亚迪等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迅速崛起，让德国汽车供应商在激烈的竞争中举步维艰。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中国超过日本，首次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更是超过了德国。而另一方面，欧洲企业还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双重打击。拜登政府2022年签署的通胀削减法案中，对电动汽车的补贴成为美欧双方最大的意见分歧点。这项补贴计划给欧盟企业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以重创，使得欧洲方面感到极度不满。此外，美欧在经济保护主义等诸多问题上同样分歧严重，双方的科技合作关系面临重重困难。那在这个补贴里面，它实际上是把欧洲相关的这个车企排除在外，这个引起了欧盟的不满，认为这是一个通过政府补贴产生的一个不正当的这个竞争。那另外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美国对欧盟相关车企的不满，他们认为欧盟在这个汽车关税方面呢，要比美国关税要高。美欧关系出现严重裂痕之际，中欧尤其是中德之间则在经贸领域交出亮眼成绩单。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月14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德中双边贸易额为2531亿欧元，约合人民币近2万亿元。中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去年德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增长了 4.3%， 达到119亿欧元，创下新高。而德国企业过去3年来对中国的投资额也相当于先前的6年总额。数据还指出，去年对华投资占德国海外总投资的比重非但没有下降，还上升至 10.3%， 创下近10年来新高。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大众总共在中国进行了50亿欧元的新投资。去年12月，大众汽车集团还发布声明，其委托的外部审计机构没有发现大众在华工厂存在任何所谓强迫劳动的迹象。另据路透社报道，今年4月中旬，德国总理舒尔茨计划率商业代表团访华，这将是德国政府去
年7月发布首份中国战略文件后，舒尔茨首度访问中国。深圳卫视注意到，舒尔茨上次访问北京是在2022年11月初，也是他就任德国总理以来首次访华。当时有100多家德企申请随行，最终仅包括宝马、大众、巴斯夫、阿迪达斯、德意志银行等在内的12家行业巨头入选。此行被形容是将德国最大的品牌带到中国，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的企业，它是看好中国市场，它希望在华来扩大这个投资，进一步来开拓了这个中国市场。美国以所谓零部件违反对中国制裁为由，扣押了数千辆大众旗下品牌的汽车。那对此您如何观察呢？主持人新年好。美国看似对德国大众动手，但实际瞄准的就是中国。美方此次针对的是来自中国西部，也就是新疆地区的零部件。而根据美国2021年出台的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所有在地理范围内中国新疆地区制造的产品都被认定是通过所谓强迫劳动生产的，除非有关方面能提出相反证据，这就是所谓的可驳回有罪推定 （rebuttable presumption of guilt）。简而言之，所有来自新疆的产品或是含有新疆原材料的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产品都被美国政府予以有罪推定，被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且美国海关无需举证就可以扣押甚至是罚没产品。一方面，以所谓反强迫劳动为贸易保护主义证明，可以说是美国的老传统。早在1930年，美国就推出了斯穆特获利关税法，又称1930年关税法，其中要求禁止进口含有强迫劳动的产品。这条法律的时代背景是当时的经济大萧条，目的是阻止其他国家的产品以更低的劳动成本进入美国市场。但至少当时所谓强迫劳动的判断标准是无罪推定，美国海关必须主动有效举证，才可以对货物进行扣押。另一方面，如今针对中国的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则是完全没有了底线。第一，无罪推定变成了所谓可驳回的有罪推定；第二，举证责任从美国海关转移到了中国或者第三国的企业；第三，虽说是可驳回的有罪推定，但法案规定，美国海关在裁定来自新疆的产品是否存在强迫劳动的问题上，需接受美国国会的监督，需向美国国会报告。而只要想一下美国国会当前的整体氛围，一个新加坡人都会被反复质疑是否是中共党员，我完全没有信心美国海关会公正执法。事实上，最终就算举证成功，根据美国海关的时间表，从怀疑、扣押、立案到最终的裁决公布，时长可达180天到365天，而复杂情况下，时间还可以更长。所以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美国给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的流通中强加了不必要的法律合规成本。这种沉重的法律合规成本和资金周转成本，换言之是某种无法预测的风险，目的就是要孤立中国产业链，迫使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企业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转向其他国家进行采购。此次德国大众数千辆汽车被美国海关扣押，事件的本质是某种零部件吗？不，根源是大众在新疆有合资工厂，是大众在中国设立最新的测试跑道，是美国怀疑大众使用中国生产的铝材。真正的目的是迫使大众退出新疆，退出中国，进而与美国经济进行更深入的捆绑。那您认为美国此次针对大众对于德国而言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呢？这是个好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数据。根据公开数据，2023年大众全球销量924万辆，其中中国市场324万辆，占比35%，仅次于全球最大的西欧市场。而北美市场99万，占比10.7%。一方面，对于大众而言，中国市场份额更大，但另一方面，2023年北美市场增长18%，中国市场增长则为2%。这组数据对比折射出了大众当前的困境：中国市场非常重要，但北美市场也不可放弃。正如英国金融时报在有关美国因中国新疆零部件而扣押大众汽车的报道中指出，大众在中国巨大的市场份额现实和增长美国市场份额的愿望之间
进行着艰难的平衡。就如我刚才所言，美国针对大众升高大众与中国合作的法律合规成本，目的与其说是扼杀德国车企，不如说是通过一个带有胁迫性的选择，也就是所谓 coercive choice， 来迫使德国在中美之间做出更偏向于美国的选择。而这种带有胁迫的选择不仅体现在汽车工业领域，也出现在更广泛的经贸范畴。自2023年3月去风险化的概念提出以来，欧洲企业就被认为要与中国保持所谓足够的距离。根据德国联邦数据局的初步统计，2023年中德双边贸易额2531亿欧元，中国自2016年以来连续第8次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这是好消息。坏消息是，这个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并不超然。2023年，德美双边贸易总额2523亿欧元，仅低于中德8亿欧元。与此同时，纵向来看，与2022年相比，2023年中德双边贸易总额下降了15.5%，德美则小幅上升了1.1%。数据看起来似乎并不是很乐观，有的观点就认为，这意味着德国经济正在与中国渐行渐远。2024年，美国会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真是这样吗？德国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马特斯此前就指出，德国立足国内市场的中小企业也许在尝试与中国市场保持距离，但德国走向全球的工业、化学、车辆等制造业巨头则完全不同。2024年的中德关系何去何从？德国会在中美之间做出怎样的选择？我们不妨拭目以待。在中国春节期间，菲律宾船只多次非法侵闯中国黄岩岛临近海域。15号，再有一艘菲方船只擅闯黄岩岛，中国海警依法采取外逼驱离措施。与此同时，菲外长近日却多次公开声称，将致力于和平处理南海纠纷。菲方嘴上说和平，行动上却不断搞蓄意挑衅，有何企图？美菲不断加强防务联系，又传递出怎样的危险信号？来看报道。中国海警局15号晚间发布新闻发言人干预谈话指，当天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3005船非法侵闯中国黄岩岛临近海域，中国海警在多次喊话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依法对飞船采取航路管制、外逼驱离措施，现场处置专业规范。海警局强调，中国对黄岩岛及其临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海警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一以贯之，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外界注意到，这已经不是菲方近期第一次在黄岩岛附近搅局。本月初，中方就通报2月2号至9号，菲律宾海警9701船多次非法侵闯中国黄岩岛临近海域，当时中国海警就对其进行喊话警告，在喊话无效的情况下，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航路管制、外逼驱离措施。而在此前一周，1月28号，就有4名菲方人员非法闯入中国黄岩岛交盘活动，中国海警依法予以警告驱离。去年12月9号，也有3艘菲律宾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临近海域。深圳卫视梳理发现，近半年来，菲律宾屡屡在南海挑起事端，经中方通报的就至少有10余次，其中涉及仁爱礁临近海域的非法船只活动每月都有，涉及黄岩岛临近海域的非法船只活动近期也有抬头之势。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中方通报中使用的词语多为警告驱离措施，而近2次则使用了外逼驱离措施。有学者分析，菲律宾的行动是有规律的，开始是试探性进入，后来就步步紧逼，到强制性闯入。这意味着菲方行动在升级，中方行动也在变化，以主动应对菲在海上行动的升级。但不变的是，中方克制原则和捍卫主权的决心。中国对菲律宾的这个侵犯中国权益的这种行为，我们采取的是一种行使国家主权的行为。实际上，菲方确实有着非常强烈的意图，就是试图要侵入中国的这个领海主权。但是我们通过外逼的方式，使得他的阴谋无法得逞。但是呢，我们有采取一种阻挡他的航路、逼迫他无法进入的方式，同时呢，通过在外延的方式
那么阻挡住他的航路，使他不得不转向而离开。应该说，中国方面的这个有效的管辖呢，还是比较克制的。就在飞船只最新一次非法侵闯黄岩岛事件发生的同一天，菲律宾外长马纳罗却在一场论坛上公开表示，菲律宾始终并将继续奉行通过外交与和平方式处理争端的政策，同时坚定捍卫其在南海的所谓海洋权利。菲律宾通讯社指出，马纳罗强调菲方的立场依然没有改变，该国的行动始终取决于国际法。马纳罗还搬出了中菲均为缔约方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声称寻求制定和使用规则违反国际法的努力应该受到反对或不被接受。就在同一场论坛上，马纳罗又继续偷换概念，宣称南海争端根本不是中美竞争的中心，菲律宾与其他国家也有合法权益需要维护。事实上，同样的话术，马纳罗在本月初举行的第3届欧盟印太部长级论坛期间也主张过。他当时强调，印太地区的未来不是由1-2个大国决定的，将印太地区的发展过度描述为美中战略竞争的结果，有可能损害菲律宾等其他较小国家的利益。观察称，菲外长的说辞表面上说的是菲律宾自身诉求，实则有意将南海问题淡化，值得警惕。他以这种方式呢，似乎要倒打一耙把帽子呢扣到中国的头上。是说中国可能会破坏这个和平但事实上是菲方的主动的挑衅。王毅表示还要继续进行这个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但是实际上我的感觉这是菲方的一种说辞而已。事实上，就在1月中旬，中国和菲律宾举行了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8次会议，双方重申南海争议不是双边关系的全部，认为保持沟通对话对维护海上和平稳定至关重要。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谈判的大门永远敞开。但反观菲方，自去年11月以来，已在南海举行了3次联合军演。不仅如此，菲律宾还加强了与美国的防务接触，包括扩大其基地的准入范围，以及一系列军事演习和海上巡逻。菲方近期透露，菲律宾和美国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已计划举行2+2高级别会议，但日期尚未最终确定。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飞船只9号非法侵闯中国黄岩岛临近海域之际，美菲还在南海举行联合海上演习。外界注意到，菲律宾马克思政府上任以来，在对外政策上大幅倒向美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积极充当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马前卒角色。美国事实上现在通过和菲律宾以及和其他的一些美国的军事同盟国家，在南海地区进行军事的这种演习，而这个演习的锋芒所向就是针对的中国。美国确实已经一步一步的开始在南海进行介入，从而公开的完全的支持菲律宾来挑衅中国的领海主权。欢迎回来。当地时间2月15号，针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涉嫌向艳星支付封口费一案，美国纽约市曼哈顿下城法院法官驳回了特朗普要求撤销诉讼的请求，并将于下月接受刑事审判。这意味着特朗普将成为有史以来首个因刑事指控而受审的美国前总统。不过，特朗普否认全部指控，称这些指控旨在阻挠自己竞选总统。法律缠斗也为今年的美国大选更添乱象。美国东部时间2月15号上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进入纽约市曼哈顿下城法院就封口费一案进行审判前的最后一场听证会。据悉，特朗普面临34项重罪指控，包括涉嫌伪造商业记录以掩盖他在2016年白宫竞选期间涉及婚外情的指控。特朗普对所有指控均予以否认，他要求法官撤回这些起诉。然而，此案的主审法官胡安·梅尔尚驳回了特朗普的请求，并确认该案将于3月25号审判。届时法院将挑选陪审团。梅尔尚表示，审判可能会持续5到6周，在4月底或5月初结束。出席听证会的关键证人科恩曾是特朗普的律师，此前多次帮他摆平关键事务。科恩承认，他曾亲自支付封口费，并在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得到回报。I believe, based upon the information that I know, and based upon not just the documentary evidence, but the corroborating testimony from so many people,I believe that he will be found guilty on all charges. 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指出，封口费案被许多法律专家认为是特朗普面临的4项刑事审判中最薄弱的一个，即使被定罪，特朗普也不会面临牢狱之灾。
深圳卫视梳理发现，特朗普深陷4起刑事诉讼案件，除封口费案外，还包括现任总统后处理机密文件不当、干预2020年总统选举等行为，让他合计受到91项罪名指控。此外，特朗普还被卷入2起民事案件。15号的听证会结束后，特朗普在庭外发表讲话，重申了一贯以来的说法，即针对他的刑事起诉是出于政治动机。What it is election interference. It's being run by Joe Biden's White House. His top person was placed here in order to make sure everything goes right. This is a terrible time for our country. This is a real dark period for our country. His top person, Colangelo and some others, have been placed into the DA's office to make sure they do a good job of election interference. There's never been anything like this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With all of this being said, 与特朗普关系暧昧的美国福克斯新闻此次也坚定站队特朗普，直接在节目中抨击纽约州司法不公。That Donald Trump's going to get any fair trial in New York. Yeah, it's really unbelievable, Sean. I wouldn't believe it if I wasn't the one sitting in these trials myself. 我觉得美国的两党对立或者政治激化的状况，是在增加当中。这种政治的激化是已经很多面向，种族的、经济的、地域上的，很多。那在实际的操作里面，可能2个主要政党，共和党、民主党。都会拿来做一个很激烈的政治攻防，这样的现象其实不是1天2天。特朗普法律缠斗凸显美国大选乱象频出。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法官届时做出了有罪判决，也不会妨碍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或就职。就算他被监禁也是如此，但定罪可能会损害特朗普在选民中的支持率。各位深圳卫